小姑娘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事情要从前几天开始说。闺蜜和男友谎称带我去旅游，转头却把我拐卖去了深山老林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准备拐卖我去的恶人村，正是我的老家。那是一个恐怖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手染罪恶，每间屋子都曾沾染过血腥，而所有人都视宫里道义为无物，尤其是我的家人。而我是恶人村唯一的独生女。喂，妈妈。婉婉，钱够花吗？不够，妈妈再给你转500万。够的，妈妈。婉婉，如果外面过得太苦，就回来继承村长的位置吧。爷爷，我在外面过得很好，您不用担心。你出去上学的这几年，阿言每天都很担心你啊。阿言，快来和婉婉说2句。婉婉，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？言哥，没人欺负我，他们都对我很好。婉婉，还没下班吗？言哥，我还有点事，先挂了。下班？他不是在上学吗？难道有人欺负他？谁敢欺负我们婉婉？她可是我们村子的掌上明珠。欺负婉婉的人，我会让他生不如死。不要，你说过会保护我的。你在向文阳哥哥求救？保护你？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你吧？也不撒泡尿看看，你哪里比得上小夏一根手指头？笑死我了！你不会以为文阳哥哥真的喜欢你吧？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，又丑又胖，就凭你也配和班草谈恋爱？他好像真觉得我喜欢他，普信女。等把他卖到深山里，最少能换50万，到时候我买最新款的香奈儿，你换辆保时捷，怎么样？何止50万，网上说了，心脏、肾脏拆开来卖，价格翻1倍。丑成这副样子，文阳哥哥假装和你谈恋爱，真是委屈他了。你不知道他碰了你，回去洗澡都要脱摸一层皮，恶心的要命。你最好祈祷你能卖出一个好价钱，赔文阳哥哥一点精神损失费。距离目的地1000米，预计还有5分钟到达。害怕了？我怕的是你们死无全尸。从小，我只知道我爷爷是恶人村村长，我妈是恶人村一霸，我爸早就去世，只留下我一个女儿，所以他们一向护犊子的紧。直到18岁那年，妈妈带我去城里买东西。小婊子，成年没？来给老子当田房啊！婉婉，谁敢欺负你，这就是下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我要考出大山，永远离开这个残忍扭曲的家。哎呦，我好怕啊！要不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绝不会报警抓你们。这事就当从没发生过，不然你们的下场真的会很恐怖，我发誓。吓唬谁呢？放你回去，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求你了，让我回去吧，我真的不会报警的。傻子都会报警，你当我傻呀？你要是走了，我拿什么卖给李大哥？我怎么拿到钱？李大哥，难道他们的接头人是李岩？岩哥可是手段最残忍的。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只会拍老实马屁的哈巴狗，今天就该给他点教训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找死！婉婉，我会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。听说了吗？欺负林婉那2个人一家子全消失了，警察都找到学校里来了，不会是被卖去缅甸了吧？婉婉，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穷鬼，你知道我这包要多少钱吗？20万，要不然你给我20万，我就放你走，怎么样？你只想要钱是吗？20万，我都给你们，50万也行。你有钱？我有，我真的可以给你们50万。你要是真有钱，还用得着每天穿你那洗得发白的 T 恤，每天去食堂吃3块钱一顿的低配餐，还低3下4的去餐馆打工？别逗我们笑了。我只是不想用家里的脏钱，也不想被他们发现我在哪儿上大学，所以才不肯用他们给的卡，自己去兼职挣生活费。我的自立自强，在他们眼里反倒成了自卑贫穷的表现。喂，新上的这款象牙包还不错，很显白，才20万，小意思。今晚给我送去学校吧。
呐，尾款今晚就发你。心脏15万，2个肾20万，再加上其他器官，刚好够我买辆2手保时捷911。现在卖人都是一口价，不是按照各个器官分开算的，除非你们有专业设备分开运输。这种单个规模的私下交易，最多5万，还得看具体你们把我卖给谁。分销给下面的小弟的话，最多也才2万。你们要是现在把我放回去，我马上可以给你们转50万，真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妈给我的那张卡里有500万零花钱，我都给你们。说那么多，还不是撒谎，想让我们放你回去？还500万？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白富美吧？笑死人了！别白日做梦了，老老实实等着被卖吧，还能少受点罪。别说的你好像很懂拐卖行情的样子，你懂个屁！说的你好像真的接触过一样，怎么可能？你不过就是个没权没势的孤儿。我可是上网查过的，分开卖的话，起码能卖个50万，最多5万。你忽悠谁？距离目的地还有500米，预计2分钟到达。快了，就快到恶人村了。不瞒你们了，其实你们要去的那个村就是我老家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我是村里唯一的独女。妈的，还敢撒谎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孤儿？你还有老家，简直笑掉大牙了。看清楚了，这是开学的时候班长统一让填的家庭情况表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是个孤儿，还是个福利院已经倒闭的孤儿。那是我为了隐藏身份随便填，烦死了，吵得我耳朵疼。你个死穷鬼，还真以为我是想和你交朋友，也不看看你自己那穷酸样，天天在宿舍洗你那2件短袖，浑身的酸穷人味儿，恶心的要死。哦，对了，我的丝巾是巴黎世家的，你得赔我。才500，连赔个零头都不够，都怪你话这么多。盛罗兰的鞋子又脏了，真无语。没事儿，等把这傻子卖了，给你买10双。咱们到了。你可安静点吧，别坏了我们的好事。这地方怎么这么脏啊？到处都是泥巴，把我的鞋子都弄脏了。忍忍就好了，拿到钱我们就走。等买了新车，以后再也不来这种鬼地方了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我们把人带来了，你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？这小妮子最喜欢撒谎了，待会儿你可得使劲训她。是啊，反正他就是一个孤儿，没爸没妈的，失踪了都不会有人管他，放心折磨。这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闺蜜和男友，只恨我识人不清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他们自作自受吧，我绝不救他们。李大哥，一个器官5万对吧？这贱人身体可棒了，器官肯定卖得很好，不如一个6万？不行，你们带来的是一整个人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算法，最多给你们5万，还真被这贱人说准了。李大哥，我们从城里一路开车过来，盘山公路难走得很，油钱路费就不少，而且为了带他出来，我们还编了旅游的瞎话，费了不少心思，您多少再加点。就是啊哥，这丫头是我们精挑细选的，你买回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转卖都稳赚不亏，5万实在是有点少。5万块1分不能多，同意就成交，不同意你们就把货带回去。别急嘛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李大哥您瞧，这可是正宗的大学生，年纪轻身子干净，绝对是好货啊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我就知道李大哥和我青梅竹马的长大，他一定能认出我。只要我向李大哥求情，他肯定肯放我回去。一切
劫就要结束了，我就能得救了。你们竟敢耍我！这货长成这样，肥得和头猪一样，一肚子肥肉，最多值2万，马这在我们村都没人要。他竟然没认出我，怎么会认不出？也对，我脸上到处都是灰尘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又在泥巴路被拖拽了那么久，再加上我这几个月吃的放肆，压根没管理体重，足足胖了50斤。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？难道事已至此，没办法改变了吗？不可能，才2万，你故意讹我吧？小心我报警！你他妈吼谁呢？你有本事现在去报啊！老子倒要看看是他们快，还是老子的刀快啊！现在不能惹恼他，否则钱拿不到，小命都留在这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李大哥，是我不识抬举了，主要是这价钱和我们在网上约定的不太一样啊，心理落差大也是难免的嘛。李大哥，这贱人身体真的很健康，我们下了3包药才能放倒她，一般人哪有这种素质？我已经有心爱的女人了，别在我面前卖骚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当初我一心想和他撇清关系，对他冷言冷语，没想到他心中还一直念着我。真不用我送你去学校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婉婉，放假就赶紧回来，你要是嫌坐车太累，我就开车去接你。不用了，大学课多，空闲时间少，我毕业了再回来，不用你去接我，我先走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被许文阳的甜言蜜语蒙蔽，被白羽夏温柔的表象迷惑，却忽略了真正爱我的人。对了，你最好离我5米远，不然他会吃醋的。可恶！看什么看？说不定那女人长得比你还丑。死肥猪，胖成这样了还吃，都怪你，要不然价钱也不至于被压成这样。你都不知道当你男朋友有多丢脸，我宿舍的兄弟都嘲笑死我了，我连门都不敢出，你懂我的难过吗？原来如此，许文阳每次和我约会都在晚上半夜，我还以为是他白天上课太忙了，原来他是怕带我见人，嫌我丢他的人。哼，是啊，我的好姐妹都在问我，为什么要和这个贫困生玩，一股子穷人的酸臭味，真丢死人啊！哎，有了。我把这死肥猪的丑照做成了表情包，发给我小姐妹她们了，太好玩了！在恶人村不许随便拍照，删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哥，我们现在就删。快删，快删！起来，赶紧走。严哥虽然没认出我，但顾阿姨他们待我如妻女，一定能认出我。只要进了村子，白羽夏他们就死定了。我走，你们要没命了！还想着逃跑，真是不乖啊！还想不想逃了？还敢不敢逃了？让你乱说，还敢诅咒我们，给你脸了！行了，和他废什么话？他马上就要成我们的 ATM 机了。这壁画的秘密，只有我和严哥才知道，他一定会认出我。婉婉，长大后我要娶你。婉婉要做严哥哥的新娘。这是他和我画的画，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光的。严哥，是我呀，是我呀，我就是婉婉啊！这块石头的下面藏着我们俩曾经编过的草芥，这个秘密只有我们2个知道。只要看到了那个他亲手编的草芥，他就一定能认出我。我们的定情信物也是你能碰的，滚远点儿！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我啊，我是婉婉啊！贱人，你要死啊！瞎跑什么？
对不住哥哥，我会管好这贱人的，一定不再让他乱动。就这一个人，也让你去接啊？亏了亏了，这品相看着也不咋地。被这两大学生骗了，在网上吹得天花乱坠，还以为是什么好货。他刚开学的时候挺瘦的，就是现在吃胖了才变丑的。等会儿你们饿他几天，绝对能卖得上好价钱。是啊是啊，而且他这人特能干，吃苦耐劳，一天能打10份工，绝对一个顶10个。求求哥哥，价格再给我们开高点吧。先关起来吧，价格再说。不对，这人怎么有点眼熟？李婶是我是婉婉啊，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婉婉啊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……我能和你一起玩吗？啊！快回家去，别和他玩，他是没爹的野孩子，晦气。谁敢骂我家孩子？你敢推他，敢骂他是野孩子，他本来就是没人要的野丫头。我家婉有爷爷疼，有妈护，还有我这个婶子，她是我们的小公主，轮得到你一个邻村人嚼舌根？我错了，李婶儿，我错了。李婶儿，我头疼。我的乖乖，疼不疼？婶子给你吹吹，吹吹就不疼了。以后有婶子在，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。谁欺负你，婶子就砍了谁。婶婶，乖，吃颗糖就不疼了。婶子以后天天给你买糖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……我就知道，李婶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一定能认出我。你是大学生对吧？你们刚才说这个新来的是大学生，那价格到时候提高5成啊！大学生有文化。哎呦喂，小李，你又立功了。李婶也没认出我，难道就没人能救我了吗？哥哥，您看这位婶子都说了，大学生值钱，智商高，身体好，5万真的不多呀。是啊，哥，咱们说好的。行了，5万就5万。哎呀，谢谢哥，我要那个香奈儿包包嘛。好了好了，都依你。哎，对了，隔壁宿舍那个蒋婉玲挺讨厌的，上次居然还敢呛我，不如下次卖她。可以，都听你的，谁让他敢欺负你？爷爷，这货是海城大学的大学生。是爷爷，爷爷眼神最好时，他一定能认出我。这眼睛和我那乖孙女很像。爷爷，就是我，救我！胖成这样还挺面善，要是我家乖孙孙胃口也能这么好就好喽，有福气。爷爷，我就是婉婉呀，您不认识我了吗？行了，多给他们6.6万吧，图个好彩头。我家孙孙从小就不爱吃饭，瘦的让爷爷心疼。没想到这贱人一身肥膘还挺管用。早知道就该让他多吃点，说不定能卖66万。怎么办？怎么才能让爷爷认出我？我家婉婉的眼睛真像小鹿，亮晶晶又圆圆的，全世界仅此一双啊！有了，爷爷一定能认出我的眼睛。你怎么老瞪我？想跑啊？我告诉你，来了这里就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我吃胖了那么多，眼皮早已被肥肉压塌，几乎和从前判若两人。爷爷肯定认不出我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对了，项链，这项链是爷爷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他一定能认出来。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爷爷认出我的金项链了，我终于可以得救了。这把金锁是爷爷亲自打的，背后还刻了我和他的名字，是他对我的祝福。只要他拿起大金锁，就一定能认出来我。他脖子上戴的是金项链吧？这么值钱的东西，怎么没提前收起来？钱是这么好赚的？完了，爷爷近视度数又涨了。这大金锁是爷爷去年生日送我的礼物，严格没见过，根本就认不出来。爷爷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的疏忽。你这样子我还怎么放心？差点损失了10几万。现在金价怎么这么贵？好想买个大金锁。
你喜欢这样的金锁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你这 A 货从哪儿买的？这么逼真？这不是 A 货，是真金子，我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的。这不是 A 货，是真金子，我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的。婉婉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么大个金锁，起码得100万，你家哪有这么多钱？是啊，你不说你是孤儿吗？哪来的爷爷？婉婉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虚荣。没想到这穷鬼脖子上居然戴的是真的金链子啊，真是亏了一大笔。早知道是真的，当初就该给，直接抢过来。不行，这项链不能给他们。那个大金锁是我的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你想反悔？那边来要人了，大客户呢，20万买个呢。咱们这批货一共能卖出这个数。这么大手笔，是那个不出3天就能玩死一个人的王老板？对，就是他。走，现在就把货给王老板送过去。如果进了屋，就会被送上货车，我就真的没命了。车子一旦开出村，就会被交到客户手上，那一切都完了。小贱人，拜拜喽！不要，我不要跟他们走。慢着，是妈妈。太好了，是妈妈，我有救了。听说你也是在 A 市上大学。妈妈没认出我，也是，我现在浑身脏兮兮的，妈妈肯定认不出我了。我娜娜也在 A 市上大学，听说那边湿气很重，可惜没机会去看看她，也不知道娜娜有没有好好吃饭，说不定你们还是校友呢。阿姨，你要是担心，我明天就带你去 A 市找他。还是算了吧，他说他课太多，学业繁忙，他有空会回来的。哎，我知道你就是想孩子了，我也想他。这孩子性子软，我是真担心有人欺负他。小时候被邻村的人欺负，额头那道疤到现在还在呢，我看一次心疼一次。那贱人的额头上是不是也有刀疤？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被打是很正常的事，有疤正着，就是巧合罢了。谁敢欺负咱们闺女，我砍了他！就是，她可是咱们村子唯一的独生女。不瞒你们了，其实你们要去的那个村就是我老家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我是村里唯一的独女。这恶人村竟然真有独生女，难道这贱人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，我和林婉认识这么久，从没听说她是什么独生女。她节假日和寒暑假都不回家的，要真是独生女，怎么会不回来？如果让这贱人和他们的女儿沾上一点边，说不定价格还能再翻上一番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伯母，说不定真那么巧，就在一所大学上学呢。哦，你也在 A 市上大学？那你说说，你们是在哪个大学？就在海城大学，说不定我们还和你女儿是同学呢。最近天气不太好，一连好几天都是暴雨，要不我们也不敢带人过来。一路上痕迹我们都打扫得特别干净。这倒是巧了，我家娜娜也在海城大学。伯母，您女儿在哪个专业上学？我去给她送伞，等我俩回去多照顾照顾她，一定把她伺候得好好的，绝不让学校其他人欺负她。老实点儿，伯母在想她的女儿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不知道还以为你就是呢。你们日思夜想的女儿就在你们面前了，为什么你们都认不出来？知道孩子怎么回事，给她的500万零花钱也不用，1分钱都没花过。你们要是现在把我放回去，我马上可以给你们转50万，真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妈给我的那张卡里有500万零花钱，我都给你们。这穷鬼是不是也说过自己有张卡？卡里是他妈给他打的500万，是不是太巧了些？都对上了。她真是恶人村独女，他们终于相信我的话了。可惜晚了，我的爷爷和妈妈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不对，一定是这贱人认识这位大小姐。她一点都不像有钱人的样子，和我接触过的富家千金有云泥之别。我不信。对，差点着了你这穷鬼的道。妈妈，我从没生过您的气，
万一他舍不得用钱，不好好吃饭，饿瘦了可怎么办？大学之后，我吃到了很多村子里没有的东西，体重长得太多。该死，为什么不管住自己的嘴？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待会儿再给他打点钱。对，阿言，再给他打500万。大城市不比咱们这儿用钱的地方多。伯母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照顾大小姐。没错，给大小姐当牛做马，每天督促她好好吃饭。行，我给你们俩发个8万8的红包，记得好好督促她吃饭。另外让她给我回个电话，这几天发消息她都不回。做伯母您的女儿真有福气。要是女生宿舍谁敢欺负你女儿，我一定把她大卸8块。现在大学里的渣男可多了，要是有哪个渣男敢骗大小姐，我一定把他打得妈都不认。不用你们出手，如果谁欺负了我家囡囡，你们直接和我汇报就行了，我会亲自惩罚他。对了，伯母，大小姐是哪个专业的呀？汉语言文学。我奶奶打小就爱看书，念的是汉语言文学，考去海城大学这个专业，也算遂了她的心愿。林婉分明也是海城大学这个专业的，连院系班级都丝毫不差。怎么会这么巧？他女儿和林婉竟是同专业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？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妈妈，我就在你眼前啊！不要乱动、乱嚎、吵。妈妈从没对我说过这样凶的话。伯母，这也太巧了，我们和大小姐竟是同专业，回头在学校肯定能经常碰见，照顾起来也更方便。是，太有缘了，我们一定多照办大小姐，绝不让她在专业里受半点委屈。你们看，我女儿长得是不是很乖？她性子闷，不爱和人打交道，你们多主动点儿，专业里有什么事儿多帮衬着点儿。汉语言文学要背的东西多，她胃不好，熬夜背书容易犯病，你们多看着点儿，别让她熬太晚。要是看到她在教室熬夜，就催她回宿舍休息。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我这2天没怎么吃饭，加上这2天又熬夜准备期末考试，胃病犯了。他说的这些习惯全能对上，难道真不是巧合？林婉不是孤儿吗？怎么可能是他的女儿？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从你们欺骗我的那一刻，你们的结局就注定。林姨，王老板的人在老地方等着了，催着我们赶紧送货。不要，妈妈！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等着，我去交代几句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好好照顾我奶奶。对了，我家奶奶叫林婉。你们认识吗？您的女儿叫林婉。你俩表情怎么这么奇怪？没什么，就觉得学校里重名挺多的，感觉有好多人叫这个名字。这小贱人是孤儿，肯定是重名。不瞒你们了，其实你们要去的那个村就是我老家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我是村里唯一的独女。你们要是现在把我放回去，我马上可以给你们转50万，真的。实在不行，我妈给我的那张卡里有500万零花钱，我都给你们。林婉就是他女儿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必须尽快让林婉离开这个村子。没有，伯母，我们就是有点热，没事的。伯母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心尽力照顾大小姐，期中考一定帮她把文论课补上去。对，伯母，王老板的人都到了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了。您赶紧忙吧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照顾大小姐。林姐，邻村那边出了点岔子，咱们得过去一趟。行，那我们赶紧过去。伯母，那您先忙，我们俩先走了。站住，李大哥，还有事吗？货没交完钱，你俩不能走，这是规矩。那还需要我们俩做什么？您尽管说。你们俩在这看好，别让他跑了，也别让他乱嚎惊动旁人。看好了，出半点差错，不光你们俩没命，那8万8的好处1分都别想拿。
完了完了，他居然让我们看押人，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要是林婉闹起来，我们根本治不住。还有刚才的事，我现在心还跳得快炸了，万一被村里人看出端倪，我们死定了。慌什么？实在不行，林婉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多有冒犯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村里的人个个心狠手辣，我们俩就是普通学生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肯定不敢拦你。你带我们出村，我们保证出去之后再也不敢靠近你，立马回学校，绝不说出你的身份，也不去告发你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想威胁我，你就不怕我让他们杀了你？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我们真的不想死在这儿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没有坏心思，就是想跟着你出去。只要出了这恶人村，我们立马消失，绝不拖累你。你快带我们走，不然等他们回来了，我们就都完了。如果我不同意你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怎么了？你要杀了我？你是这村里的人，肯定熟路。现在就带我们出村，敢说半个不字，我直接杀了你，再把你扔后山喂野狗。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还敢这么威胁我？你就不怕我让他们杀了你？反正我们烂命一条，拉着你垫背也值。眼下最重要是离开这个村子，妈妈和爷爷认不出我，留在这里也只能被卖。说是惹恼了眼前这俩畜生，说不定他们还会直接杀了我。听见没有？赶紧走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知道一条无人小路，我可以带你们走，但你们得扔了匕首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我可以扔了匕首，但你要是敢绕远路喊人耍花样，我立马弄死你！你的命现在攥在我们手里。要走赶紧走，磨磨蹭蹭的，等他们回来，谁都走不了。这小路只有我认识，错一步就是深山老林，进去别想活着出来。文阳真带我们出去了，留着他就是祸害。他要是告状，我们还是死路一条。放心，我早想好了，走出深山，到了镇子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直接弄死他，扔山沟里。父亲，我早想好了，走出深山，到了镇子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直接弄死他，扔山沟里。我早料到他二人不会留活口，这条路是最崎岖的路段，我既能借路逃生，也能为自己谋活路。这路怎么这么偏？他不会是故意带我们进深山，想把我们绕死吧？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闭嘴！现在回头更死。父才要是敢耍花样，这把刀可不是吃素。你看好他的动作，别让他有机会跑。你没扔刀？那当然，我凭什么听他的？前面是岔路，左边是近路，直通山外镇子，但路边有村里人设的陷阱，不小心就会触发。右边是远路，绕点弯但安全，你们选哪条？你走前面，带我们走左边。他不会是在耍花招吧？你少耍花样，你肯定是想让我们选远路，趁机喊人或者跑掉。就走左边近路，你走在最前面，要是有陷阱，先让你踩。别过来，前面有陷阱，是村里人用来防野兽的，踩上去腿就废了。少装模作样，想骗我们，你先跨过去。先跟上去。过了这片树林，就是山外的镇子了。村口的岗哨都绕开了，可以走了。走？你觉得我们会让你活着走吗？留着你，就是给自己留祸根。你跟他们告状，我们还能活吗？你们想杀人灭口，你这贱人，从一开始就该死！要不是留着你带路，我们早就弄死你。现在路带到头了，你的用处也没了，去死吧！我的胳膊！你这贱人居然敢还手！文阳，快弄死他！快！
找死！敢还手，今天非弄死你不可！不能停，不能停！只要跑到岔路口，我就可以跑出这座山了。贱人，不许跑！是妈妈和爷爷。你们俩敢跑？让你们看好人，竟敢带着人往山口窜，是想把人拐走，还是想自己逃？我看这2个小兔崽子收了好处想反水，留着也是个祸害，直接扔后山喂狼，省得碍眼。别动手，李大哥，我们没跑，真的没跑，我们怎么敢跑啊？没跑。那你们这个时候带着人跑到山口来干什么？当我们眼瞎？是我们错，是我们该死。我们俩守着守着，实在熬不住打瞌睡了，就眯了那么一会儿，这女人不知道怎么撞开龙门就跑了。您看，我们俩追了一路，摔了好几跤，身上全是泥。这女人跑得快，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抓住她。要是想跑，我们何必费这劲追她？直接自己溜了不就完了？我们哪有胆子跟你们耍花样啊？是啊，李大哥，我们真的只是打瞌睡了。我们知道弄丢了人是死罪，哪敢跑啊？追他的时候，我们都想着，要是抓不回他，我们俩也别想活了。真的不敢跑，求你们相信我们。李大哥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打瞌睡是我们的不对，您要罚要骂都随您，别杀我们。我们现在就把他拖回去，用铁链锁起来，这辈子都不敢再打瞌睡了。求你们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哼，2个没用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看不好，还敢打瞌睡。要不是看你们俩还有点用，今天直接废了你们。再敢出半点差错，提头来见。现在把人带回去，锁死在铁笼里，派2个人守着，别再让他跑了。听见没有？赶紧把人拖回去，不许再出岔子。谢谢伯母，谢谢李大哥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温阳，我们完了，这次就算蒙混过去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看李大哥那眼神，恨不得吃了我们。他们会不会把我们也像货物一样卖掉，或者直接弄死扔后山？别慌，现在慌死也没用。他们暂时还不会动我们，毕竟还指着我们回学校照顾大小姐。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拼命讨好林婉他妈。讨好他妈？怎么讨好？回去以后，我们就把林婉当祖宗供着，每天拍视频发给他妈，让他妈觉得我们尽心尽力。等风头过了，再想办法脱身。现在不能露出一丝破绽。等下他要是过来，我们就主动表忠心，说回去一定好好盯着大小姐，绝不让她出半点事儿，求她放我们早点回学校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对，讨好她。刚才忘了问，海城大学那边的环境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伯母，学校环境特别好，宿舍也干净，吃食也合口。是啊，伯母，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都特别好，您放心。我下午给奶奶转了笔钱，让她买点好吃的补补。往常她收到钱立马就会给我回消息，今天到现在都没动静，怕是忙着上课没看手机。我再打个电话问问。哎，这卡里的钱啊，一分楠楠都没动过，该不会是忘记密码了吧？不知道谁打来的电话，真烦人，肯定是推销了。巧合，一定是巧合，那个死推销的又打电话过来了。
你口袋里是谁的手机？按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是婉婉的手机，这是婉婉的手机。妈妈，是你吗，奶奶？疼不疼？妈妈，我好疼。都怪妈妈，都怪妈妈没认出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小贱人明明是孤儿，怎么可能有妈？你们肯定认错了，快放我们走啊！这生意我们不做了。还没明白，妈妈，我好疼。你敢打我家婉婉，我看你是找死！等下就让你知道伤害婉婉的下场。不可能，你不是个孤儿吗？没妈的东西，谁让你乱来的？哎呦，我的婉婉，都怪李婶儿，是李婶儿眼笨，怎么就没认出我的婉婉？滚！我们的定情信物也是你能碰的，滚远点儿！都怪我，你当时都扑到那块石头上了，我却还认不出来，甚至还动手打你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乖宝，就是他们欺负你是吧？他们把我绑起来堵着我的嘴，还骂我矫情，扇我巴掌。我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，他却欺骗我，瞧不起我，也把我卖了回香奈儿。白玉夏，你该死！乖宝，妈妈给你报仇。顾姨、李婶、王妈，让这贱人体会一下你们平时赶猪的力度。不要！婉婉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再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是真的爱你啊！我只是被那个贱人勾引蛊惑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悔过自新。放屁！这主意明明是你想出来的。你说和他谈恋爱厌烦的要死，就想把他像头猪一样宰了卖掉。婉婉，你不是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我都是被这个渣男给骗了，救救我好不好？饶了我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，就是你勾引的我。我爱的人一直是婉婉。妈，你要相信我。谁是你妈？徐文阳，婉婉待你不薄，你竟然敢骗她、绑她、虐待她！我今天定要废了你！李大哥，饶命啊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接近婉婉了。我给她道歉，我给她道歉。道歉？你对婉婉造成的伤害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。按村规来，别弄死他，也别让他太好过，让他记住，欺负我的宝贝是什么后果。婉婉，爷爷，严哥，婉婉，你醒了，来，我扶你坐起来，慢点。婉婉，我这老糊涂啊，是爷爷对不起你，是爷爷眼瞎没认出你啊。爷爷，你别这样，不怪你，是他们藏得好，是我没能早点喊你，不怪你。我怎么连送给亲孙女的真的金锁都认不出来呢？我怎么连孙女的样子都认不出来了呢？楠楠，都是爷爷不好，没能早点认出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要是爷爷能早一点察觉，你就不用遭这些罪了。爷爷对不起你。爷爷，我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，是他们的错。而且我现在变胖了，你认不出来也正常。再说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有你们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楠楠，爷爷知道你喜欢读书，喜欢外面的世界，可外面的人心太复杂。你这次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就是因为太单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。留在村子里，有我们护着你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爷爷把这个村子都给你，弥补之前的错误。是啊，婉婉，你就听你爷爷的吧，以后你就留在这村子里，当这村子的主人。阿言从小就喜欢你，有他保护你，我们也就能放心了。楠楠，我
我听你的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一直护着你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护你一辈子。最爱我的人就在我眼前，我为什么会看上许文阳那种畜生？林婉啊林婉，你真是有眼无珠。可我不能答应严哥，因为我不能留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严哥结婚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怕我再受欺负，可我不想留在村子里，我还想回到学校，完成我的学业。罢了罢了，随你吧。你这孩子性子和你妈一样倔得很，认定的事儿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爷爷不拦你了，只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，平平安安的。妈不拦你了，你想去看外面的世界就去，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，按时给家里打电话，被人欺负一定要告诉我们。你在外边只管照顾好自己，不用惦记家里，我会照顾好林姨和爷爷。谢谢你，严哥。婉婉，我求你了，放了我们吧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该骗你，不该虐待你，求你高抬贵手，在你家人面前替我们说句好话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婉婉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鬼迷心窍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，放了我们吧。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。求你了，求你了！保护你？你不会以为我真喜欢你吧？也不撒泡尿看看，你哪里比得上小夏一根手指头？你个死穷鬼，还真以为我是想和你交朋友？也不看看你自己那穷酸样，天天在宿舍洗你那2件短袖，浑身的酸穷人味儿，恶心的要死。不可能，你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林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们都已经求你了，你竟然还不依不饶！是啊，林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总有一天，你全家人都会被警察抓起来，也会落得和我们一样的下场。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会有报应，但不是现在。爸爸妈妈，我会给你们报仇的。爷爷，你就这样放婉婉走了，不怕她再也不回来吗？我让人偷偷在她身上放了定位器和监控器，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而且我也说了，如果2年内不毕业回家，我会亲自带人去接她。当傀儡有了自主意识，就得销毁了。婉婉，如果你知道这群看似爱你的人，其实就是你有血海深仇的仇人，是把你养成替罪羊的傀儡，那时你还会这样无忧无虑吗？同志，我要报案，我要举报恶人村，那里有人涉嫌严重违法乱纪，我有证据。警官，这些就是我一路的经历了，我还有照片可以实名举报，照片已经导入手机了。你说的证据都在这里面吗？是的，相机里是我这些天在村里偷偷拍的照片，都是实打实的证据。恶人村具体在哪里？恶人村在县城西边的深山里，具体位置我能准确指出来。林婉同志，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证据，这些对我们破获恶人村拐卖案件至关重要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高度重视，尽快部署行动，彻底剿灭这个犯罪窝点。张队，恶人村地势复杂，村民大多抱团，而且手里可能有凶器，硬闯的话，不仅容易打草惊蛇，还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。这点我考虑到了。放心，我们在恶人村有自己的卧底，已经潜伏了很多年，对村里的地势、人员分布、戒备情况都了如指掌。张警官，您说你们在恶人村有卧底？卧底的身份必须严格保密，这也是为了他的安全。是我，计划可以启动了，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，你那边随时待命，注意安全，等待我们的信号。收到。
这个声音像极了严哥。难道那个一直护着我、温柔体贴的严哥，会是警察的卧底？已经确认了关押人员的具体位置，也摸清了他们的换班时间，保证配合好行动，绝不出现任何差错。等我们到了恶人村，你自然就知道卧底是谁了。现在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，熟悉村里的情况，确认照片上人员的身份，确保行动万无一失。如果严哥真是卧底，他之前对我的好又都是假的吗？行动！等一下，他是恶人村手段最毒辣的人。张队，一切顺利，相关人员已经被控制。严哥，真的是你，你真的是卧底。先别多想，完成行动，抓捕犯罪分子之后，你们再慢慢说。楠楠，对不起，等行动结束，我会告诉你所有事情。现在相信我，也相信张队，我们一定会彻底剿灭这个窝点。这个我生活了10几年、充满恐惧的地方，今天终于要彻底被摧毁。楠楠，你怎么会带着这些人来这里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楠楠，这些人是谁？你快让他们走，不然爷爷和妈妈就完了。你忘了我们是怎么对你好的吗？你忘了我们是你的家人啊！林婉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对你那么好，把你当成宝贝一样疼着护着，你竟然带着警察来抓我们！是啊，楠楠，我们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我们是你的家人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狠心？你这个白眼狼，你不得好死！别再演戏了，你们对他好，从来都不是真心的，你们只是把他当成你们的棋子，当成你们未来的替罪羊而已。从一开始，我就知道，他们不是你的家人，而是你的仇人。他们杀了你的父母，杀了全村的人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们怎么可能把他当成替罪羊？我们怎么会害他？李岩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背叛我们，勾结警察，你不得好死！是啊，你胡说！楠楠是我们的亲女儿，是我们一手养大的，我们怎么会把她当成替罪羊？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楠楠，你别相信他的话，我们是真心对你好的。我没有骗你们，这都是真的。10几年前，你的亲生父母带着路过这片深山，被他们抓住。他们把你的亲生父母杀了后卖掉了，留下了你。那时候你还很小，亲眼看到了这一切，吓得发了一场高烧。高烧退了之后，你就失忆了，不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也不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。他们之所以没有卖掉你，不是因为心疼你，不是因为把你当成亲人，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一个失忆的小孩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，把你养大，等他们以后东窗事发，就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你的身上，让你做他们的替罪羊。他们对你好，只是为了稳住你，只是为了让你以后能心甘情愿地替他们顶罪。我早就知道了。18岁成人那天，在你们杀了那个男人的时候，我就恢复了记忆。你竟然恢复了记忆！是啊，婉婉，记住了，他是因你而死的。记住，这就是金钱的味道。
就是罪该万死的恶魔。是又怎么样？要不是这个小丫头失忆了，我们早就把她卖掉了。我们养了她10几年，就是为了让她替我们顶罪，到头来竟然被你这个叛徒和他这个白眼狼联手破坏了。带走！林婉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婉同志，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想让你把你知道的关于恶人村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，包括许文阳、白雨夏对你的虐待，包括村里其他村民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村子里的人表面上对我很好，可实际上他们只是把我当成替罪羊，他们养着我，就是为了把那些来路不明的钱借我的手花出去，让我以后替他们顶罪，替他们承担所有的罪名。他们残忍至极，罪该万死。楠楠，别怕，都过去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会调查清楚。对于那些被胁迫、没有参与拐卖、没有伤害他人的村民，我们会从轻处罚，甚至不予处罚。我们只会惩罚那些罪有应得的犯罪分子。你为什么要去恶人村当卧底？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世？我去恶人村当卧底是为了等待时机，配合警方彻底剿灭这个窝点。我到村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失忆了，把我和那些人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家人。我看到你就觉得心疼，你那么小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那你这些年对我的好都是真的吗？你护着我，疼着我，替我报仇，都是因为任务，不是因为要稳住我，而是真心的，对不对？一开始，我是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，更好的潜伏下来，收集证据。可到了后来，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你，真的心疼。我对你的好，再也不是因为任务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。婉婉，我喜欢你，嫁给我吧，我会让你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。